Attention! I'm a doctor! I'm a doctor! 别追了！哎，曾爷，你不说这条路上没有反抗军吗？听着噼里啪啦的，药全在车上。 你以为一辈子很长，但很多事情你来不及完成。你以为一瞬间很短，但那一刻。 足够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你最想抓住的。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明白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。离开这所医院3年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叫郭靖，和弯弓射雕那个英雄同名。22岁大学毕业，临床医学专业，主攻妇科肿瘤。现在身份是产科住院医小大夫。我是为了照片上那个女孩回来的。 在非洲的时候，我已经死过一回，我更得在活着的时候把我媳妇儿重新追到手。够了，死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我的职责范围只管你活着的时候。这已经是你本月第2次被投诉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刺探别人隐私了？陈副院长，我跟病人沟通，了解病情，询问病史，这算刺探别人隐私吗？我只知道。 别人现在要求替换分管病房的大夫，你们科室内部怎么调整我不管，我只管投诉，啊，你呢？去找患者，跟人家道歉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什么叫冤枉？这就叫冤枉。明明是好心好意的鉴别诊断，到头来变成了投诉。陈副院长当然不知道王宇宁有多少秘密，你在医院上过班就知道。 多少表面的症状都不是最后的真相。很多人主诉是疯癫，其实是低钠血症，实际上是胰腺炎。有人走不稳，屁股疼，其实屁事不相关，实际上是共济失调，罪魁祸首是小脑肿瘤。还有人主诉说自己抽筋，以为是低钙低镁，其实是糖尿病。这还不说那些癔症和强迫症晚期的病人，看病就是这么复杂。还别说有人故意撒谎和瞒着不说了。 我真的不是赖着不走啊！但凡有人能替我，你想找我都找不到。你投诉我这个事情呢，上面挺重视的，
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误会，我们有办法解决。别说了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不能说的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儿。闭嘴！你看你怎么又急了？我真的不是窥探你的隐私，真的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！等等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忘了说？让我再想想。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。我第一次见到刚才那姑娘王雨宁啊，不是在我们产科，是在我媳妇儿那，在急诊科。没奶的。我再跟您说一次，抗生素它不全是消炎药，不能瞎吃。病毒是病毒，细菌是细菌。您要是再弄不懂，就到医院来找我。您要是再去那个零售药店乱买乱吃，会害了你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大夫。注意身体啊！哎，你好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爸怎么又去了？我不来行吗？我不来你都渴死了，哪有水喝啊？你说姐夫给你准备3个杯子，给你准备30个都没用啊，没有水啊。你不好好上班，跑我这儿来换水，黄主任他不管你。咱姐姐日理万机，找她看病的病人都派到楼门口去了，哪有功夫搭理我呀？去帮我接杯水。哎，你到我这儿来，在他那儿就是天大的事儿。你别告密就行，好不好？喝水。这大夫是你看吗？对，我看。我们主任。坐吧。怎么了？主任，来是重信号。来，急诊室在哪儿呢？急诊室，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我们也着急呢。我给你们看清楚，我也是大夫。什么症状？他也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就是恶心想吐，还吐不出来。那得先验个血。如果单纯是肠胃炎的话，就没什么事。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？没了。你前2天不是还咳嗽吗？再拍个片子。都好了，我不想拍。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？我们来都来了，拍一个好吗？拍片子或多或少对人体有伤害，如果没必要的话，其实不用拍。必须得拍。他的这个症状已经好几天了，拍一个我放心。你们要是不怕射线，那就拍，想拍多少拍多少，给你们开单子。叫什么名字？王雨宁。黄大夫，新来的，我乳胶过敏，记住了。张嘴，他嘴里有东西。钳子。急诊科啊，就是这么刀光剑影。我媳妇儿黄蓉跟我一样，属于年轻医生中的佼佼者。刚刚升了副主任，急诊科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。小王，上次这个病例处理得特别好。我们急诊呢，就是需要跟这个病人的家属多多做沟通，知道了吗？好的。第一次见到他是大一，刚开学，用他的话说，一见钟情。还有我们第一次的对话，是在第1节的解剖课。郭靖、黄蓉，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天造地设，一眼看见我，
他就懵了。别害怕，尸体就是你的老师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郭靖。这么巧，我叫黄蓉。男才女貌，一见倾心，这要是凑不成一对儿，还像话吗？为了理想，后来我主动参加援非，一走不知道有多少年，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回来。我知道他会伤心，但是我不能耽误他，所以我选择了主动分手。新娘的前男友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。我一从非洲回来，黄蓉马上离婚。为了我，她又恢复单身。人生都是未知的，什么事情都提前知道，还叫什么人生？婚姻一样，治病救人也一样。就像黄蓉去抢救那个犯人，谁想到会出现见血的情况？不用追了，为什么？跑不了多远。跑出来自己摔倒了。摔倒和吞刀片没有关系，他有急腹症。刚刚在帮他做检查的时候，他有持续性的剧烈钝痛，侧卧屈膝，不肯说话，都是想减轻疼痛，说话咳嗽都会加重疼痛的程度。谢谢你，黄医生。你手没问题吧？一点小伤不碍事儿，赶紧带他去做个检查。带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，媳妇？谁是你媳妇儿？谁也别胡说，我不是他媳妇儿。他也不叫郭靖，他叫郭金，北京的京。是因为我叫黄蓉，所以他非得把自己的户口本还有身份证给改了。按你说你这岁数，武侠小说的劲儿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改？找人算的，说这样旺桃花。迷信，你爸知道吗？我爸算的。他之前说的那些全都在撒谎，每一句都是假的。比如他说，第一次见面我就疯狂地喜欢上了他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有没有电话呀？啊，能不能留个电话呀？你是哪个系的？啊，我是临床的。这尸体呀，就像老师，你从内心尊重他，就不会害怕了。不害怕，不害怕。放轻松，你看着他。我从来也没喜欢暗恋，更没有什么一见钟情和追求过他。从一开始，我喜欢的就是学长陈峰。要不是郭靖苦追我3年，我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。哎，你好。偷着兼职推销医疗器械，被医院领导当场摁住。刚上班就出来偷偷兼职，这才是他去非洲的原因。什么主动拯救地球，那更是扯。要不是我求我姐，他早被开除了。援非医疗，这就是我开除你的方法。这可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来的机会，你可别给我丢脸。主任，这么好的镀金机会，急诊科黄蓉可否一同前去？少废话。他一走就是3年，我姐说他可能在非洲安了家，扎了根，生了小混血了。我倒是时不常的能想起以前这个尽烦人的人，可他非要说这是喜欢，那就是抬杠了。郭靖觉得我离婚是因为他，怎么可能？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？因为你劈腿，你出轨，你就是个骗子。管他什么原因，离了就好。只要他单身，我就要娶她。我不管他结没结过婚，我不管他高矮胖。在这干嘛呢？等你啊。等我干嘛？娶你当媳妇儿。什么你媳妇儿？别老在那么多人面前你媳妇儿你媳妇儿的，谁是你媳妇儿？不是你这怎么不能叫媳妇儿了呢？你说你现在是单身，我就不算破坏别人家庭了吧？
你说我以前算是第三者插足，现在我算是拥抱爱情了。一边去！不是，你怎么又生气了呢？我开玩笑的，你知道我最幽默了。对，我女朋友，她在里面拍片子呢。啊，你不用过来，你帮我找熟人就行。我是觉得今天上午那个姓郭的男大夫，我觉得他看的一般，我不放心。我不跟你说了啊。这个辐射真的没关系吗？就这点剂量，正常人没问题的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这点事问多少次了？忍着点啊。疼不疼？有点。现在这女孩啊，就是娇气。你说蚊子叮个包都得男朋友来陪着，最好做个什么消毒啊、验血啊，再做个核磁，显得对他们重视一些。说谁呢？不是说你，我说那个王宇宁呢。不许在别人背后说坏话。好了。啊？哎，现在这个王宇宁什么情况也不知道。哎，大夫，这照片出来了，报告里说有骨折。骨折？不是肚子疼吗？你看看。陈旧性骨折。那个小时候摔的，骑车的时候。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？都过去好多年了，我都忘了。喂，我在医院呢，一会儿回给你们啊。先挂了。别的没什么，就是急性肠胃炎，开点口服药就行。不用了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休息休息就可以了。如果胃不好的话，最好还是吃点护胃的药，要不然会成慢性胃炎的。我不需要。不乱用药是好事情，但别因噎废食，这样难受的，到时候还是你自己。谢谢，我真的不需要。雨宁，我现在一提到药，我就，怎么了？你要是这么难受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留诊，多观察观察。您的饭在办公室，趁热吃吧，一会儿就冷了。我姐夫送的啊，不是，是外卖。外卖？我没点外卖啊。上面写的您的名字，而且钱都付过了。钱都付了？哎呦，可以呀，这好吃好喝的流水席啊！哎，你老公对你可真好哎，没见过这样的老夫老妻啊！怎么了？干嘛？刘护士，你刚度完假回来，可能不知道啊，我跟陈峰离了。哎，你们吃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要是浪费了，还不知道给谁省呢。快来，吃点水果。您好，黄龙的花。您好，您的花。谁送的？不好意思，顾客没有留言，说您自然会知道的。你们知道是谁送的？忘静音了。卡住了，你帮我开下门呗。谢谢。哎，你披萨好不好吃啊？
啊，不送了，以后多算庆展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位了啊！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西甲辛苦啊，不好意思，以后常来。你说，你刚才躲那儿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想你了。躲在里面干嘛？没来得及走，你们就回来了，我就只能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想约你。约我干嘛？吃饭。你刚才可以出来一起吃啊。人太多了，我想跟你单独吃。为什么？浪漫。一会儿给你开个单子，你去做一个头部 CT。你看我这非洲出车祸。才几年啊！你还惦记着我，你还说你不关心我，谢谢啊。让你去做 CT， 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有早性老年痴呆。没有。郭靖，我刚离完婚，我说了短期之内我不会跟男人约会，尤其是同行，更别说是同事。我知道你有阴影，但是人得往前看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往前看，我现在挺好的。是挺好的，但是你听我分析啊。我总结出这个失恋啊有3个阶段，你现在处在第2个阶段。第1个阶段呢就是痛不欲生，听到陈峰的名字就想跳起来。第2个阶段呢，你是装作坚强，其实内心隐隐作痛，这证明你非常有感情，我喜欢。第3个阶段呢，那就是要往前看了，你就该找下家了呀。那下家就应该是我吧？我干嘛要找你啊？你是好人吗？是。全天下最不靠谱的就是你。不是，你就处呗，是不是？处一次你就知道我的好了，也处一次吧。你这死皮赖脸的劲儿，怎么还跟以前一模一样啊？那个，我看过明天你的值班表了，明天你休息，所以要不中午咱俩吃个便饭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，你吃水果，虽然没多少钱，但也算我一片心意。那咱们就明天见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谢谢。黄副主任，我已经失踪了。应该还没走远，人还在医院。走。分头找啊。好。你看，这个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这个事项你看清楚啊。你没看刚才那女的在医院那个病人？鬼上身了，这是。哎呀，那么神的事儿，你说不是什么？哎呀，医院里尽是这些事儿。这女的真是够邪性的了，怪吓人的。哪个女的呀？你们说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女的，反正就是头发长长的，能断生死，能治阴阳。你说是不是瞎说？真的，你是没看见，能未卜先知，还能知道你生男生女啊？女的，肯定是个女的。大夫，恭喜您生了个女孩啊！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家属别进来，家属别进来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老人不行了，家属快进来！妈！事情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。让开！怎么回事？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一个神经病吓死我了！神经病？哪来的神经病啊？哎呀，刚才跑出来的神经病。什么情况？刚才有个女的，太可怕了，吓死我了！别怕，别怕，赶紧走。我们要不要去借点屎尿？我师傅说过，这个对付他们管用。哪儿接屎尿去啊？大夫比什么都管用。
行为古怪，似乎不受自己控制的王宇宁，好像突然恢复了清醒，安静地回到了病房。刚才他是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还是想干什么，才引起这一连串的怪异行为？这个女孩身上埋藏了太多秘密。王宇宁，验个尿。验尿啊？查什么？什么都查。之前不是查过血吗？黄大夫呢？你说小华啊，他是我的实习生，我是他的主任，验个尿很快的。我刚上完厕所。门口便利店有西瓜，开水房有开水，很快就尿出来了。那你帮我买2瓶水吧，我不想吃西瓜。哦。辛苦啊。为什么不吃药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，黄大夫给你开的药，我看见了，都让你扔床底下去了。我先哭。都是糖衣包着呢，怎么会苦呢？甜的。我有点困了，您先出去吧。怀孕了吧？怀孕是好事儿，你干嘛不说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要不是怀孕，你拍个片子至于那么害怕吗？再拍个片子。都好了，我不想拍。这个辐射真的没关系吗？就这点劲啊，正常人没问题的。再说你是急性肠胃炎，这么难受，来医院看病，医生给你开药，你干嘛不吃药啊？肯定有事啊。不乱用药是好事情，但别因噎废食，这样难受的，到时候还是你自己。谢谢，我真的不需要。我观察过了，你脚后跟有很多高跟鞋的磨痕，你应该是个上班族白领吧？但是我看这2天你都在穿平底鞋，走路还小心翼翼的。刚才让你验个尿吧，你还这么紧张，怕露馅啊？再就不说你那些早期怀孕的症状，干呕、恶心。再自我介绍一下，产科小郭。给你看病的小黄大夫呢，是我媳妇儿，急诊科小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就是想帮你，想为你好。你跟我说吧，是不是怀孕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实话实说。你要不实话实说的话，怎么给你治病啊？万一诊断错了、治错了，你男朋友知道了，还不来跟我们打官司呀？他还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不是，你得告诉他呀。你这肚子再过2个月自己就大了，想拦都拦不住。万一他不知道你怀孕，这2个月给你踹了怎么办呀？你跟我转科吧。谢宇，我们可能要转到妇产科。我怀孕了。你家蓉儿呢？一下夜班就走了。走了？这不耍猴吗？我们约好一起吃。我给你打电话。黄副主任你还不了解吗？他要真不打算和你吃呀，打也白打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？我们主任今天调休了，下午还来，晚上还接着上夜班，想约他后天吧。不是，宁可连着2天夜班把自己累死也不跟我吃饭啊！这……喂，陈副院长，道歉。为什么道歉啊？投诉我？谁啊？王宇宁？他明明已经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谢宇，为什么还会这么激动？他应该还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。是什么样的秘密，让他恐惧到了要自杀的地步？全都知道了是吗？全都知道了是不是？你先冷静啊！如果你现在要动手的话，我真的也没有办法阻止你。
今天我过来，本来是想帮你，这件事情现在还有机会补救。如果你真的扎了自己，那一切都完了。什么完了？谢宇啊，你想想，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吧？他有多招女孩喜欢啊？你说长得又帅，又有钱。今天你抹了脖子，今天晚上就会有比你更漂亮的女孩投怀送抱，拦都拦不住。你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吧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我可以帮你。冷静一下，我们聊一聊。安妮啊，别激动啊，别动啊。手机哪儿去了？你可以走了。不是，别冷静。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你先冷静啊。那是不是有人要跳楼啊？快点！就这样，把门打开。人呢？怎么啦？透透气不行啊？下一个几床啊9床，先叫流产。昨天要自杀的那个？没自杀，就吓唬人。病人有没有服用药物史？没有。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？没有。是没有还是没有问？我问了，主任。问的超出了正常的诊疗范围，对吗？不多，一点点吧。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乱管，一天到晚被病人投诉。郭靖啊，你是床位医生，你不是居委会的调解员。是，我们妇产科只管生孩子，但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诊疗，其他科的问题也是会有的。作为一名床位医生啊，一定要细心，要考虑全面，问诊要仔细。她就是郭靖生命里最大的克星，我的亲姐姐黄彩云，妇产科副主任、产科主任、副教授，学科带头人。她从小就是我的榜样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是姐姐姐夫把我一手带大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们就是我的亲爹亲妈。抬起点头来，要得近视眼呐。从我记事儿起，我姐姐似乎就没笑过。血端正啊，一次都没有。她不像是抑郁症，更像是更年期提前，另加上延长。你妈去世了，挺好的。她那个病那个程度，我还以为活不过去年呢。算喜丧吧。我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郭靖呢？那得追溯回我们俩上大学一起受教于我姐的时候。你说你连作业都能是抄的，你现在抄作业，以后抄论文，你上了班以后你还要抄什么？360行，唯有我们当医生的这行最不应该抄袭。平生最恨不认真的黄彩云黄主任，从此在心里把郭靖彻底拉进了黑名单。这是我姐夫吴汉堂，保健医师。看看你舌头。大家公认，保健医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，他真正的身份是我姐的保姆、清洁工、保健医生加高级厨子，对我姐那是10年如一日的贴心。
一天之计在于晨，营养和做人是一样的，来个果盘。身为保健科大夫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自我保健，其方法是食疗，不管能吃的、不能吃的、有效的、无效的，他都热情不灭。古有神农氏尝百草，今有我姐夫试毒药。我姐也不是不管的，可用我姐的话说，一个男人一辈子总有一个爱好，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钱、不打牌，补补身子总是可以的吧？对于你来说，主任当然是个好姐姐了，但对于我来说呢，她就是一个1是1，2是2，死守教条、不懂人情世故的上级。出去。今天怎么都不回家呀？假装值夜班，揣着什么心思呢？你不是喜欢当福尔摩斯吗？你猜一下，赌一堆羊蝎子的，猜对了我请，猜错了你请。你不好猜，一周7天，每天约的女孩都不一样。今天的格外难猜，平时不打领带，今天打了；平时倒也喷香水，但今天的格外的骚。你问问，平时一周7天理一次头发，现在才4天就把头发给理了。那头发上全是啫喱，弄得跟刺猬一样。今天这姑娘不一般，应该是块难啃的骨头。上个月没拉下来那个女海龟吧？经理，要我说呀，你就别挣扎了，是哪家羊蝎子，你赶紧定，好吧？老于，你是个正经人，是吧？平时孩子在家，晚上一般都回去。今天怎么就没回去呢？是何方神圣把老于同志留在了此地？你孩子哪个老师要生啊？行啊，有点这个大侦探洞察入微的意思呀。班主任，我这没办法呀，孩子在人手里攥着呢，这种溜须拍马的机会，我得冲上去。你说，你看看，我整个。大康，我不是不想听你说话啊，是我一会儿还得上班呢啊。反正进修大夫勤奋点没有关系，咱们哪天吃羊蝎子？那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吗？你好说呀，不上班了？小叶，靠谱。你去。黄蓉，吃饭了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今天熬的这个养生粥好啊！闻这个味道就直接进到了我的五脏六腑。彩云呐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别看报纸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管是思考还是阅读，你善待胃，这胃才能善待你嘛！啊，来。想什么呢？啊？还想陈峰啊？后悔离婚了？离婚多大个事儿啊？我是在想我一个病人。病人？什么病人啊？郭靖吧？我要说不是他，您信吗？我信不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你在想着谁，你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吗？黄主任，我们刚刚确认过案底，那个嫌疑人有吸毒史，怀疑还有艾滋。